我们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又是开车，又是打车，又是干嘛，来到了洛杉矶的 LAX 机场，准备开启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了。休息室的这个，我以为是个什么神奇的东西呢？馒头蘸酱，说白了就是馒头蘸酱，其实就是一个面包块放在酱里边泡着。我以为它里边怎么的还不得包点东西。你喝这什么呀？蔓越莓汁儿。哦，好喝吗？不好喝，就是。你要不要尝尝我这个橙汁兑水了？橙汁兑水了。泡了个泡面。这辛拉面吗？它外边包装是辛拉面，然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。哦。还倒了杯酒，解一下我这顿饭没吃好的忧愁。你得提前适应韩国呀。韩国至少还有泡菜，泡菜拌饭也还行。泡面我泡了10分钟了，还没泡开呢。这个水接的时候是热的，然后呢，有个阿姨刚才跟我说这水不够热，你看泡了10分钟了还是这样的，当当硬。然后我当时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，因为哪有泡面我可以这么端回来的？它就是个温水，它根本就不是热水。这个咋办？我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微波炉，帮我叮一下。我把那泡面扔了，因为呢，它也没有微波炉，它也没有更热的水。然后那个人让我用咖啡机的热水冲，然后我就想，那咖啡机的热水里边肯定是有那种咖啡的味道。就算是热水，它肯定因为它机器里边是有那个咖啡的味道嘛，它冲出来的热水肯定也是有咖啡的味道。那我要再重新开一包泡面的话，那肯定又是浪费，因为它是咖啡味的泡面。所以，这飞机上来吃饭去吧。好吧。我们这从昨天早上送狗去寄养，然后到开车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的朋友家住了一晚上，然后再到现在，终于到了洛杉矶的机场，在候机，折腾了24小时吧，挺不容易的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这个美国的公共交通实在是不怎么方便。那像我们呢，从美国坐飞机到亚洲的话，其实西海岸基本上都是从洛杉矶或者是旧金山走。我们 Vegas 虽然是小地方哈，也是有机场的，但是这个机场呢，它飞往亚洲的航班并不多，它航空公司飞往亚洲的航班也不多，而且时间都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每次都会选择在 LAX 走。那我们从拉斯维加斯到 LAX 其实也是可以坐飞机的，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坐飞机。第一呢，时间不好；第二就是航空公司都是那种廉价航空。廉价航空呢，它看起来廉价，但是像我们这个每次长途旅行要带4个大箱子的话，其实加吧行李要加钱，上飞机 boarding 的那个箱子还要加钱。加吧，其实也就不廉价了。不选择坐飞机从拉斯维加斯到 LAX 的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你如果返程还是就是从洛杉矶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的话，那如果我从台湾，比如说买了一瓶金门高粱，在免税店买了一瓶金门高粱，下了飞机，然后在转机的时候，这个金门高粱就带不上飞机了，它就是液体了嘛，就因为就不算是在免税店买的了，就要转机了。所以就是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开车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。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？就是美国的这个公共交通其实是不是很方便的。美国开车是很方便的，但是它像高铁呀、地铁呀、什么城铁呀这些，其实我在洛杉矶就没坐过。我在洛杉矶，我原来上学的时候，好像在downtown的时候坐过一次，然后我都已经忘了什么样了。它也不是说就是点到点，就是哪儿都能去的。
我好像坐过一次公交车，也不太好，好像也不太准时。因为我之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，英国的公交车是非常准时，而且非常非常好的，非常发达。就是你这个就是在那儿等车，可能等个1-2分钟就能来一辆车，就非常方便。在英国是不需要开车的，但是在美国是必须要开车的，因为哪儿和哪儿都离得特别远，然后公共交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。这就让我想到在台湾，你如果说就据我们观察哈，你只要进入到了这个不管是高铁呀、城铁呀，还是台铁的这个系统里面，你从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非常的方便。因为在台湾的话，像国际航班一般都是从桃园啊，就是台北机场走，所以你如果从台中啊、台东啊，或者是就是任何的地方要坐国际航班的话，你只要搭入到了这个台铁或者是高铁、城铁的这个系统里面，你就算下雨，你都不需要打伞，你就在这个地下就来回窜就行了。点到点，城市到城市非常方便，然后这个城市再到机场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哎呀，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就不会像我们这种就是要辗转24小时就这么费劲儿。当然，如果在洛杉矶本地，回趟国呀，或者是去亚洲啊，就没有这么麻烦。再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从欧美坐航班到亚洲是怎么选择航班，比较利于倒时差。我们经过了这么好多次的经验哈，就是最好是选择下午到达亚洲。然后，因为你在飞机上不可能说就是睡得特别好啊，或者是就是一直都在睡觉，因为你毕竟是有时差嘛，而且你还要吃东西啊，还要看电影啊什么的，再加上环境各个原因，你不可能说一直都在睡觉，所以呢，尽量是选择就是下午到达亚洲，这样呢，你下午玩一玩啊，或者是就是磨叽啊，溜达溜达呀，你正好就睡觉了，晚上就睡觉了。千万不要选择早上到达的，因为我们上次就是早上到达，我们就是那一次老板抽中金福气的那一次，我们就是早上几点到的？5点。早上5点钟到的。酒店也不让我们住。对，早上5点钟到的，这个时间呢就很尴尬。我们出来到酒店以后，可能也就6、7点，6、7点，酒店不让入住，因为太早了。我们当时订那个机票的时候就觉得时间比较早，然后我们这一天可以不浪费，我们在飞机上睡一路呢，就可以从早一直到晚，可以出去玩啊，去拍片子啊。我觉得这一天就不会浪费，当时想的可好了。但是其实那一天特别累，酒店不让住，然后坐一天飞机呢，坐一晚上的飞机，就是脏臭的，然后刷了个牙，洗了个眼，然后也没法换衣服，也没法在凯撒的那个卫生间换了件衣服，也没法洗澡，然后一脸懵逼的就出去拍片了。也有可能年龄大了，就是这个倒时差，这个反应也慢哈。反正就是那一天就是特别累。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倒了好几天时差才倒过来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，其实是应该就是晚上到最好。对，下午到晚上到。你要是下午到了有劲儿的话，你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，吃个饭。要没劲儿的话，就直接在酒店点个餐，然后晚上就睡觉了。如果睡眠不好的话，比较难，倒时差的话，带点什么就是褪黑素啊，吃，有助于睡觉，有助于睡眠，倒时差，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。我们这次选择的航班呢，就是中午从洛杉矶起飞，然后到韩国是下午5点多。牙刷的可白了，下飞机之前。因为从这儿下。坐了13个小时，没睡觉，完全没睡觉，看了4个电影，吃了3顿饭。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，一下子时差就能倒过来。韩国这个大哥非得把这个脚蹬子给我打开。
然后但是它这个脚蹬子是坏的，尝试了好几次都没给我打开，就是为了让我打脚。年龄挺大了，这个大哥，至少得70岁了吧？是个老年计程车大哥，但他人特可爱。 Don't know how I can explain 하루 종일 네 생각이 간절해 낯설어 나 왜 이런 걸까 You're the cure to all my pains 널 좋아하나 봐 널 사랑하나 봐 이제는 더 이상은 숨길 수 없잖아 这是干嘛呢？这个哪边啊？你这干嘛呢？干嘛？大事件发生啊！哟，要干嘛？所以是堵车是这儿堵的原因。对，所以它发生什么大事了？这是，还拿盾牌。好多警察。在一个前排。这是干啥呀？这是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What happened? 听不懂，听不懂，老爷爷听不懂他都有可能听不见你说话。这是在示威呢。不知道啊。韩国示威呢。 不仅有好多警察，还有这个运送警察的车，整个一条街都是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太费劲儿了，太费劲儿了，拐不过来，就拐不过来这个弯儿就。 他就是反应慢，他的就是老的。往右拐是对的呀。对，他是对的，他没有绕路。他为什么不拐呀？他就是反应慢嘛，他每一个路口他都是他在路上他都是这么走。大爷直接停在路上了，怎么回事啊？ 而且走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有绿灯，非要熬到红灯再走吗？而且他永远都是，你看他是压着线走，永远都是骑着线走，后边所有车都在逼他，一路都是以10公里的速度走，而且一直都是骑着线，一直都是压着线。 又在马路上停下来了，不知道怎么走了吗？他是停住了整个。上没有，他就是反应慢，他看那边有没有车。他机场在Uber上查，只有3种出租车，最豪华的是7万到9万，然后普通的是4万到7万，然后我们现在花了快10万块钱吧，做了一个最顶级的豪华出租车。 但是我们的车是最破的一个车，然后从5点钟就开始上车，现在6点钟上车，现在都8点了，后边的车不断的一直在摁喇叭，每次过路口后车都在摁喇叭。拐呀，你前面没有车呀！哇，天呐，停
走啊！没事，停，绿灯他也不走啊！绿灯走啊！走啊，哥！这不到了吗？天哪，后边都在等。哎，不走了。还说晚上出去吃饭呢。吃啥呀？别吃了。不是，走啊走啊！他为什么不走呢？一脚油门不就过去了吗？他停在路上干嘛？不是他走到中间来干什么呀？走到中间，走到路中间停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前面也没车呀，他为什么不走呢？行，到了，都到了。这。整10万，OK， 把我都没脾气了。我待会儿好好说道这个事儿。我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我先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让你冷静、安静、静心，不要生气。清静，合景。耶，怎么还嘣一声啊？牛逼呗！咋？你要晕了？别呀！别呀！那你吃哪个呀？你吃这个吧。我吃这鱼的。这个吧。嗯。那换一下呗。来，先喝口酒，冷静一下吧。Cheers。非常不高兴。老板不高兴了，今天。今天老板把老板唯一会的那一句“西吧啊西吧”，哎西吧，哎西吧，都给逼出来了。哎，我还会个撒浪嘿哟，他就会个啊西吧。我天，我这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到酒店我先洗了个澡，因为头跟被驴舔了一样。一下飞机，这韩国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啊！我们下了飞机，本来是想打个 Uber 嘛，就在那个 Uber 的 app 上查，价位就是根据它的车型不一样，是从46000韩元到87000韩元不等。但是呢，它的那个车也是出租车，也是 taxi， 所以我们就想，那就不如就是找那个机场自己的那个 taxi 嘛。但咱们打的这个不算 taxi 吧？是。那是 taxi 吗？怎么那么破？都是。但 taxi 它不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吗？我们打这个车，这个老人家态度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上来我不还觉得他挺可爱的，因为他一直在给我演示前面那个脚蹬我可以踏，但是那个脚蹬又是坏的。我天呐，这一路我都觉得我本身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。哎呀，这个大爷开车实在是太慢了。我们也是开着导航嘛。他没有走错一点路，就是开得慢，10 mph 的一个速度就一直在这么开，而且他开呢，他反应特别的慢，而且他永远是骑在人家的那个就是这边的这个线上，整个一条路我们回来，别的车一直在按喇叭，一直在按喇叭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观察他，如果他是个年轻人，然后他开得这么慢。然后要是还绕路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跟他说道的，因为这就是恶意的在给我往上加钱嘛。他不是，他开的路是对的，但是他就是慢，而且他就是老，太老了，就是已经老到
反应不过来了，就开车真的是反应不过来了。他前面永远是没有车的，然后他永远都是这样走，然后我们就看着前面那个绿灯一直绿，然后一直熬到红灯，每一个路口都是我们在等红灯，然后一起步的时候就慢，就永远都是这个速度。然后后来警察，因为我们不是中间还路过那么一小节，好像我问我那朋友，好像是叫什么弹劾集会还是什么，就有一大群的警察过马路嘛，就只有那一小节是堵车的，然后那些警察都已经急得不行了，就说你快点走，然后后边车都已经就是逼得不行了。我们俩上车的时候可有意思了，我们俩上车的时候不是打开导航了嘛，然后又查了 Uber， 然后就说4.6万到8.9万之间，8.7万之间这个价格。然后我说他们应该不会绕路吧？老板，我们家富贵可自信的说韩国不会绕路的，绝对不会绕路的。然后我说那这个车费要是到10万，他说到10万咱就报警，这肯定是绕路，肯定是诈骗。这话就不能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大爷，我们从上车。是6点上车，其实总共从机场到酒店也就是20来公里，30公里吧，差不多。然后开了2个多小时，我们到8点才到酒店。哎呀，但是这一路呢，你又没法说他，因为他真的就是老，他就是反应不过来，他不是恶意的给你。就是你知道，就有一种那种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。你要是他是个年轻人，你肯定会跟他掰扯，你又没法跟他掰扯，他又很认真的在开，就开的太慢了。你叫他掰扯，他也听不懂啊，听不懂，然后语言又不懂，语言又不会，就我们俩整个一个状态就是我的这个就一直就很急，你知道，就很急，越来越急，就因为他越开越慢，到最后都停在路中间了。真的，就我从来都没有就是这上火上到就是这么憋屈的这个火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不容易生气的人，然后呢，我这个气又生的没处撒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人家就是老。然后这让我想到了什么事儿呢？想到我之前在台湾打了一个计程车，然后那个大哥还是我的观众，我们不是聊起来了吗？我当时还拍视频了，那个大哥还说呢，说我们他还差2年就到了这个。开计程车的期限了，好像是70岁就不能开了，台湾就规定不能开了，因为你，我记得那个大哥说，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点是，就算你觉得你反应很快，你觉得你很敏捷，其实是对于乘客是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危险，就是所以这个法律规定是不让70岁以上就不让再开计程车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大爷今天碰到的这个大爷至少得有80岁了吧？他说他那个手一直摁在那个叫什么呀档上，然后呢那个手就一直是这样，一直这样抖，然后永远都是就是贴着这边走。我天呐，我那一路真的是好紧张，我特别紧张，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他快点走或者是怎样，因为你也没法，哎呦，反正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吃瘪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到最后是9.6万，然后他摁，不知道他加了一个什么，正好就是9.9万，我就给他10万，我就赶紧下车，就不想在那个车上待着了。还真的就是我们俩直说这事儿不能说的，真的就是10万打车打了个10万韩元，到了30公里到从机场到酒店，韩元嘛，就你也大差不差，你打个4.6万到10万，我觉得我们因为行李比较多，可能怎么地也得8万多到10万，没差多少钱。但是就是你知道这一路就是那个急，是真的是急的一个不行。我我们俩就在想，就这个年龄就别出来开车了，真的就是一个这么短的路程开了2小时。算了，就这吧，我不说了，真的，这一下飞机先给了我们这么一个下马威。本来我们还想着说今天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再回来就睡觉了。我说别睡了，就直接在房间吃吧，也省事儿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吃饭了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拜拜。撒浪嘿哟，안녕하세요。